下雪天，夫妻倆閒得沒事兒，在屋裡打情罵俏鬧着玩兒，一來二去就說到了彩禮和嫁妝的事情。妻子說自己當初彩禮要少了，虧得慌。丈夫就嫌棄妻子的嫁妝太差勁，電視機都還是黑白的。越說倆人越來氣，竟然吵了起來。最後妻子孫小花把眼一瞪，便開始收拾東西，包了一個小包袱，挎在胳膊上，就出門要回娘家。丈夫蘇大剛也很生氣，以為妻子就是做做樣子，根本也沒想着去追。現在院子裡飄着鵝毛大雪，孫小花打了個冷戰，慢慢走向院門口，是指望丈夫能夠追出來，把她拉回屋去。可是根本沒有聽到身後有蘇大剛的動靜。孫小花這回可真生氣了，她不顧大雪紛飛，走出院門，一抬頭，對面來了一個人。走近了一看，是當家子小叔蘇仁。這蘇仁只比侄子蘇大剛早出生2個月，既是同宗又是同學，叔侄二人關係十分親密。只見蘇仁頭戴棉帽，手裡拎着一隻死兔子。哎，小花，這麼大的雪你去幹啥？孫小花心裡鬱悶，懶得說話，一扭臉沒搭理蘇仁，直接繼續朝前走去。蘇仁有個最大的愛好，就是打兔子。這不今天下着雪，剛打了一隻大個的野兔，過來找同宗侄子蘇大剛，打算熏兔子喝點酒。進屋一問，蘇大剛就把剛才2口子拌嘴吵架的事情全說了。蘇仁怪侄子做的不對，怎麼能讓老婆冒着大雪獨自回娘家呢？勸蘇大剛去追。蘇大剛不去，於是蘇仁自告奮勇，那我去幫你把媳婦追回來吧。不過要是他不聽我的，我就也不回来了啊。說完話，蘇仁也鑽進了鵝毛大雪之中。過了一會兒，蘇大剛忽然想起來一件事。上高中的時候，小叔叔蘇仁曾經追求過孫小花，當時他倆有點意思，可後來不知道因為什麼，2個人鬧了誤會，就誰也不理誰了。畢業之後，經媒人介紹，孫小花嫁給了蘇大剛。哎呀，我這位小叔叔蘇仁今天這麼主動去追小花，他這是安的什麼心？可是剛這麼一閃念，蘇大剛便制止了自己，不往下想了。他認為小叔叔蘇仁不是壞人，不可能有什麼壞心思。但是呢，左等右等，天都黑了，妻子孫小花和小叔蘇仁全都沒有回來。蘇大剛氣得晚飯也沒吃，就稀里糊塗地睡下了。3天之後，雪總算是徹底停了，太陽也出來了。蘇大剛坐在屋裡看電視，門簾一撩，小叔叔蘇仁又來了，這次手裡拎着2隻兔子，2個人熏好兔子，邊吃肉邊喝酒。蘇仁就說自己那天追侄媳婦孫小花，一直追到村口，又追出去2里地也沒追上，所以就直接回家了。怎麼，小花還沒從娘家回來呀？蘇大剛點了點頭，假裝一副無所謂不在乎的樣子。2個人剛一碰杯，打算再乾一個酒。蘇大剛的岳母來了，拎着2斤豬肉來看姑娘姑爺來了。一聽說女兒3天前就獨自回了娘家，老人家可着急了。我閨女壓根就没回去呀，你把小花給弄哪儿去了？蘇大剛這才傻了眼，愣了片刻之後，他抬腿就要出門去找媳婦去。可剛邁出去1條腿，蘇大剛停住了脚步，猛然回頭，2只大眼瞪着蘇仁：“你把小花藏哪兒了？”蘇仁被問愣了：“大剛，你胡說什麼？關我什麼事兒？你快去找人吧。”蘇大剛逼問蘇仁，蘇仁怎麼解釋他也不信。後來2人吵了起來，
孫小花的母親急了：“快別吵吵了，還不快出去找人去！”幸好蘇人還算冷靜，他出主意，先到村委會去找值班員，在大喇叭裡廣播廣播，要是孫小花聽見了，趕快回家。可急火火到了村委會，值班員說大喇叭因為這幾天下雪已經壞了，電話裡上級說是派人來修，還沒到呢。怎麼辦？看來必須得去報警了。讓岳母先回家，蘇大剛自己連滾帶爬，踩着厚厚的積雪，趕到了鎮上的派出所。真是太不巧了，所長、副所長以及唯一的一位民警，剛剛一同出去辦案子去了，只留下一位看门的老大爺。蘇大剛只好留下一張字纸条，寫明了妻子孫小花失蹤的情況。无精打采回到家，趴在炕上，他哭了一会子之後，蘇大剛突然一咕噜身，爬起來，穿好棉大衣，跑到小叔叔家找蘇人算賬，說：“小花到底是不是你给藏起來了，還是你已經把她給害了？老實交代。”蘇人這回更生氣了，他是大罵蘇大剛，兩個人你推我搡，動起手來。时間不大，蘇大剛是鼻青臉腫，蘇人也是口鼻噴血，眼眶子青得跟熊貓似的。蘇大剛的岳母這時候已經喊來了老伴兒，一起找蘇大剛問報警的情況，看看女兒什麼時候能夠找到。蘇大剛沒在家，二老就打聽着找到了蘇人家，這才將兩人拉開。你們打架管什麼用？快點分頭去找小花才是正事兒。話音剛落，院門一響，村裡的公安員帶着2位民警來了，是派出所的所長和副所長。剛才办案回來，看到了蘇大剛的報案信，飯都没吃，直接来找蘇大刚詢問情況。蘇大刚同志，我們今天出去辦案子，是因為你們村口那條河的下游20華里的地方發現了一具女屍，跟你報案所說的失蹤人特徵十分接近，請你一起去認一認吧。一聽這話，蘇大剛當時兩腿一軟，差點坐到地上。孫小花的父母呢，也都是驚恐萬分，就連蘇人也是吃驚不小。坐着警車來到了停放女屍的現場，蘇大剛哆里哆嗦，看着所長用手撩開遮蓋屍體的白布，慢慢露出死者的面容。蘇大剛完全屏住了呼吸，眼睛一眨都不敢眨。等到死者的臉完全露出來了，蘇大剛長出了一口氣，心裡暗叫了一聲：謝天謝地呀！原來這死者並不是蘇大剛的妻子孫小花。回到家，蘇大剛安慰了岳父母之後，一家人繼續發愁。怎麼？那死者雖然不是孫小花，可是直到現在4、5天了，孫小花就像是人間蒸發了一樣，音信皆無啊！大剛在家嗎？隨着院子裡一聲叫喊，村東頭的二丫來了。哎呀，大剛，你還在這兒發什麼愣？你媳婦病倒在我家了，發高燒，直說胡話，你快把她背回來治病吧。原來這位二丫的家裡是天天有村民打牌，等於是麻將館。那天孫小花賭氣冒雪回娘家，在路口碰上了二丫，被二丫叫着去玩牌。孫小花一想，要是回娘家肯定讓父母操心，就這麼回婆家又不甘心。反正自從跟丈夫蘇大剛好上之後，幾年也沒打過牌了。二丫這麼一叫，心裡還真是夠癢癢的。就這麼着，孫小花餓了就吃二丫家的飯，困了就打個盹兒，一連在二丫家打了好幾天的麻將牌，直到累得發高燒，說起胡話來了，這才罷休。等孫小花把病養好了，父母叮嚀囑咐一番之後，回家去了。
蘇大剛與孫小花相互道歉，夫妻和好。蘇大剛這時候想起来了小叔叔蘇仁，哎呀，我冤枉人家了，這可怎麼辦？思來想去，一咬牙一跺腳，拎着2瓶好酒登門道歉。蘇仁也就原谅了這位大侄子，跟着蘇大剛來到他們家。孫小花親手包了餃子，做了幾個小菜，讓這叔侄2人是痛飲了幾杯。